2026年的這個夏天，當我們抬頭望向中國大陸的天空，會發現一連串說不清也道不明的異象正在接二連三地上演。河北的麥田裡，憑空冒出一塊3-4個壯漢合力都挪不動的黑色巨石，民間悄悄流傳着五蛇現世的詭異傳聞。而那本每年印在黃曆最前面，被中國人翻看了上千年的春牛圖，據說早就把今年的結束畫進了那頭通體赤紅的春牛身上。更讓人不安的是，遠在英國的占卜師帕克這幾年一次又一次地發出預言。他說，紅潮的气數恐怕真的要走到盡頭了。他甚至提醒所有人，立秋過後，也就是今年的8月7日之後，別輕易踏上中國大陸這片土地。習近平身後的那6天，這片古老的土地究竟會發生什麼？這一切難道真的只是巧合嗎？先別急着下結論，我們不妨把這些散落在各地的線索一條一條的撿起來，再小心的拼在一起看。因為當我們把它們擺到同一張桌上的時候，會發現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畫面正在慢慢的浮現。今天這期節目，我们就帶着大家把東方那本最古老的天書和西方那位最神準的預言家放在一起，做一次深入的对照，看看在2026年這個特殊的關口，他們究竟想對我們說些什麼。也許看完之後，你對眼前這個世界會有一種全新的感受。在正式開始之前，我想先說一句，我們今天聊這些預言和異象，並不是要去販賣焦慮，更不是要去制造恐慌。預言這種東西，向來都是寧可信其有，不可全信其真。我們真正想做的是帶着一份好奇，也帶着一份清醒，去看一看古人留下的這些智慧，去想一想他們在今天這個時代究竟還有沒有它的道理。看一個現象，最怕的就是只看熱鬧，不看門道。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盡量把每一條線索的來龍去脈都給大家講清楚。至於信還是不信，怎麼看怎麼想，這個權利永遠都交還到你自己的手裡。我們先從那塊石頭說起。今年6月中旬，河北衡水安平縣一個叫義里村的地方，一位村民走進自家的麥田，忽然愣在了原地。麥田的正中央，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了一塊巨大的黑石头。這塊石頭長約1.8米，通體烏黑，表面布滿了一道道裂紋，像是被什麼東西從天上狠狠地砸了下來。村民們圍上去，3-4個人一起使勁，竟然連挪都挪不動。村裡上了年紀的老人都說，活了大半輩子，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怪石。村幹部回憶，這石頭是在一場大雷雨之後才被發現的，所以一開始大家都管它叫雷擊石。後來河北地質大學的一位教授專程趕到現場勘驗，初步判斷這是一塊典型的閃電熔岩，也就是說，可能是強烈的雷電擊中了地表，那一瞬間的高溫把泥沙融成了玻璃一樣的岩體。教授還說，這塊石頭的體積之罕見，具有氣象學、物理學、地質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價值。從科學的角度看，這當然有它合理的解釋。可是放在中國这片講究天人感應的土地上，事情就沒這麼簡單了。我們的老祖宗向來相信天垂象見吉凶，天上降下異象，往往就對應着人間的變局。麥田是養活百姓的根本，雷霆是上天的怒火。一塊從天而降、烏黑開裂的巨石，不偏不倚地砸在生養萬民的麥田正中央。在許多老百姓的眼裡，這哪裡是一塊普通的石頭，這分明是一道來自上天的警示。河北是什麼地方？那是緊挨着北京，拱衛京畿的所在。天石落河北，這個畫面本身就足以讓那些篤信古老預兆的人們心頭猛地一沉。有村民私下裡議論，說這石頭來得蹊蹺，落得也蹊蹺，怕是要應在什麼大事上。雖然是閒言碎語，可這種彌漫在鄉野之間的不安本身就說明了一些問題。其實天人感應這4個字是貫穿了整個中華文明的一條主線。從上古的時候起，我們的先民就相信天地人是一個息息相關、彼此感應的整體。君王若是有德，那麼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叫做天降祥瑞。君王若是失德，那麼上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來示警，來譴責。日食、月食、地震、山崩、彗星、洪水，
這些在今天看來純屬自然現象的事件，在古人的眼裡，全都是上天意志的一種表達。漢代的大儒董仲舒更是把這套天人感應的學說發展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深深地影響了此後2000年的中国政治。歷朝歷代的皇帝一旦遇到大的天灾異象，往往都要下罪己詔，要齋戒，要反省自己的施政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所以當我們今天看到河北的天时，看到種种反常的异象，會本能地聯想到人間的變局，這並不是什麼愚昧的迷信，而是流淌在我們文化血脈裡的一種古老的智慧，一種對天地的敬畏之心。古人說，國家將興，必有真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句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靜下心來細細的品味。說到天降之時，我們不妨翻一翻史書。在中國的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塊天石落在2000多年前，那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的晚年，有一顆隕石墜落在東郡。更離奇的是，有人在那塊隕石上刻下了7個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意思是說秦始皇就要死了，而他打下的這片江山將会4分5裂。秦始皇聽說之後勃然大怒，立刻派御史挨家挨戶地追查刻字的人，查來查去查不出來，他索性下了一道狠命令，把住在隕石周圍的所有百姓全部處死，又把那塊刻了字的隕石烧毀消掉。在他想来，只要把石头毁了，把人殺了，那句不祥的预言就不会应驗。可是天意豈是人力能夠抹去的？就在那之後不久，這位不可一世的千古一帝果然在第5次出巡的途中駕崩於沙丘，而那個看似固若金湯、傳之萬世的大秦帝國，也在他死後短短幾年之內土崩瓦解，灰飛煙滅。一塊天石，一句讖語，竟然精準地預言了一個強盛王朝的崩塌。2000多年過去了，當河北的麥田裡再次落下一塊烏黑的巨石，你說那些熟讀史書的人心裡會作何感想？歷史會不會正在用一種我們似曾相識的方式悄悄地重演？其實翻開24時，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王朝走到盡頭的時候，天地之間都會出現種種反常的異象。商朝末年，傳說有飛石墜落，有妖異橫生；周幽王的時候，岐山崩塌，三川枯竭，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斷言周朝要亡了。到了明朝末年，那更是異象頻仍。天啟年間，北京城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史稱王工廠之變，死傷無數，至今成謎。緊接着是連年的大旱、大澇、蝗災、瘟疫，再加上一場又一場的地震。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裡，幾乎沒有一年是風調雨順的。最後，李自成的大軍攻進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自盡，延續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就此終結。古人把這些反常的天象地動叫做天譴，叫做亡國之兆。在他們看來，當一個政權失去了天命，上天就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向人間發出最後的警告。那麼今天，當這麼多的異象集中地出現在2026年這個時間點上，我們又該如何來解讀呢？緊接着河北天石的是那個關於五蛇的傳聞。蛇在中國文化裡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它既是小龍，象徵着靈性與蛻變，又常常和陰冷、隱伏、毒患這些詞聯繫在一起。2025年正是乙巳蛇年，是一個屬蛇的年份。而從蛇年走向2026年的丙午馬年，這個交接的當口，民間就開始流傳起各種關於蛇的異象。有人說看見群蛇出動，有人說5條蛇同時現身，盤踞在不該出現的地方。我們無從一一去考證這些傳聞的真假，但有意思的是，這恰恰呼應了古人的一種觀念。在傳統的看法裡，蛇群異常聚集，反常現身，往往被視為地氣翻動、陰陽失序的徵兆。古書上常說，蛇者，陰物也，主行殺，主變亂。歷史上有不少記載，每逢蛇蟲反常出沒，群獸驚走，往往緊接着就是大的天災或人禍。當五蛇被人們繪聲繪色地傳成現世之兆的時候，它承載的其實是一種集體的不安。人們隱隱地覺得地底下有什麼東西在翻動，有什麼大事就要發生了。而5這個數字
本身也藏着玄機。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5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數字，五行金木水火土構成了世間萬物的根本，五方東南西中北劃定了天地的格局，五蛇現世，5條屬陰的灵物同時現身。在篤信相術的人看來，這仿佛對應着五方之地，五行之氣全都出現了異動。當然，這些傳聞我們無法一一去核實，它更多是一種在民間口耳相傳、不斷被加工渲染的說法。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這種傳聞之所以能夠流傳，恰恰是因為它觸動了人們心底那根最敏感的弦。在一個被各種異象和預言籠罩的特殊年份，人們對任何反常的現象都會格外的敏感，格外的在意。蛇出於穴，地氣翻湧，這些古老的意象承載的其實是一個民族在面對未知變局時那種深植於文化基因裡的不安與警覺。說到天象示警，我們還得提一個在中國古代極其可怕的天文現象，叫做熒惑守心。熒惑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火星，古人把火星叫做熒惑，因為它的顏色發紅，運行的軌跡又飄忽不定，熒熒似火，讓人迷惑不安。而星指的是天上的星宿，也就是西方所說的天蠍座那一帶最亮的那顆紅色巨星。在古人的觀念裡，星宿正对應着人間的帝王與朝堂。當熒惑這顆代表災禍、死喪與兵亂的紅色行星恰好停留在象徵帝王的星宿位置上徘徊不去，就叫做熒惑守心。這在歷朝歷代都被視為最凶險的天象之一。凡是出現熒惑守心，往往就被解讀為帝王將有大難，輕則政局動盪，大臣遭殃，重則君王駕崩，江山易主。漢朝的時候就曾因為熒惑守心的天象，逼得當朝的丞相引咎自盡，以求為天子消災。你看古人对這個天象有多麼的敬畏。而2026年是丙午年，丙是火，午也是火，連那顆代表災禍的火星熒惑都帶着一股逼人的紅。這一連串的火與紅疊加在一起，難怪會讓那些懂得觀星望氣的人眉頭緊鎖，憂心忡忡。那麼這種彌漫在民間也彌漫在天象之間的不安，僅僅是無端的想象嗎？這時候我們就要鄭重地翻開那本最古老也最接地氣的預言之書了，那就是春牛圖。可能有些年輕的朋友不太熟悉，但凡是上了年紀見過老黃曆的人都知道，從前幾乎家家戶戶都備着一本通書，也就是農民曆。而這本農民曆翻開的第一頁畫的就是春牛圖，圖上有2個主角，一頭是春牛，一個是牽着春牛的盲神。別小看這一牛一神，他們渾身上下的每一處細節，從牛的身高、牛尾的長短、牛身的顏色、牛嘴是張開還是閉合，到盲神的穿着、髮髻、腰帶，有沒有穿鞋，站在牛的前面還是後面，全都暗藏着對這一整年天氣、雨水、收成和吉凶的預測。我們的老祖宗就靠着這幅小小的圖來判斷來年該怎麼耕種，該怎麼趨吉避凶。所謂一本通書看到老，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幅圖看似簡單，背後卻是一整套天干地支、五行納音的深奧學問。古人對這幅圖極其鄭重，每年歲末，家家戶戶都要換上一本新的通書。翻開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細端詳這幅春牛圖，來推測來年的吉凶禍福。這幅圖凝聚了我們農耕民族幾千年來與天地相處、與自然博弈的經驗與智慧。春牛身上的顏色對應着一年五行的盛衰，盲神的裝束和站位暗示着節氣的早晚和年景的緩急。就連春牛張嘴還是閉嘴，都被認為和當年的旱澇有關。在那個沒有天氣預報、沒有現代科學的年代，這幅看似簡單的圖畫就是先民們安排農時、趨吉避凶的重要依據。它所代表的那種觀察天時、順應自然、未雨綢繆的態度，即便放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學習。所以，當2026年這幅赤紅的春牛圖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更應該認真地去讀懂它想要傳遞的警示。那麼2026年丙午年的春牛圖到底畫了些什麼？根據傳統的描述，這一年的春牛頭是紅色的，身子也是紅色的，肚子是黑色的，腳和耳朵和尾巴是黃色的，小腿是白的，
蹄子是黃的。而那位牽牛的盲神身穿紅衣，繫着黑色的腰帶，面相是少壯之人的模樣，頭頂梳着2個髮髻。最關鍵的是那4個字：盲神早忙。什麼叫盲神早忙？意思是這位掌管農時的神祇腳步匆匆，忙忙碌碌站在春牛的前頭。在傳統的解讀裡，盲神的位置和神態大有講究。盲神若是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往往預示着年景太平，農時從容；可盲神若是早忙，腳步匆匆，那就預示着這一年節奏緊迫，事態急切，往往是個多事之秋，不會是個安穩太平的年份。再加上那滿身的紅頭、紅身、紅衣，一片赤紅之色撲面而來。紅在五行裡屬火，而丙午年本身就是天干屬火，地支也屬火的雙火之年，2團烈火疊在一起燒。有研究命理的人說得更玄，他們認為2026年正趕上九子離火的大運，這個大運本身就主火，再加上流年天干的火、地支的火，3股火氣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罕見的3重烈火格局，火勢之旺遠遠超過了往年。一片紅，一團火，這樣的徵象，配上那個被傳說了幾十年的紅潮，你說這究竟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早就有了安排？如果說春牛圖畫的是一個籠統的象，那麼和它印在同一頁相伴出現的地母經，講的就是更加具體的話了。地母經是一部以60甲子為循環的古老經書，每一年都對應着一首詩和一段卜辭，用來預測這一年的氣候、收成和民生。它的文字平實質樸，不是雕琢，據說是古代勤勞的中國人根據自然規律口口相傳，一代一代總結下來的智慧結晶。雖然它沒有太多玄之又玄的東西，但其中的象徵和預兆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一樣的視角，幫助我們去洞察大環境變化的趨勢。那麼地母經對丙午年是怎麼說的？他的詩這樣寫道：太歲丙午年，春夏多洪水，滷味多疫災，谷熟易江東，種植宜高地，堤源遭水沖，天蟲見少司，桑柘見成籠，六畜多瘟疫，人民少卒中。我們把這幾句話掰開了，一句一句的細看。春夏多洪水，說的是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多有水患，洪災泛濫成災。滷味多疫災，這個滷和味指的是今天的山東、河南、河北一帶這片古老的中原大地，這些地方多有瘟疫和災禍流行。谷熟易江東，是說江東一帶，也就是長江下游，糧食的收成還算可以。種植宜高地，堤源遭水沖，這是在提醒人們，莊稼要種在高處，地勢低洼的地方會被洪水沖毀。天蟲見少司，桑柘見成籠，說的是養蠶的人家這一年收成不好，蠶絲稀少，連帶着桑葉也賣不出價錢。而六畜多瘟疫，人民少卒中，這後半句尤其讓人心頭發緊。牲畜多發瘟疫，而人民少卒中這5個字更是直指百姓難得善終，恐有非常之禍。一首短短的詩裡，洪水、瘟疫、災禍這些沉重的字眼接連不斷地出現。他的卜辭又補了一句：馬首直歲裡，豐人好田桑，春夏需防備，種植怕流蕩。雖然開頭留了一點豐收的指望，但緊接着那句春夏需防備，種植怕流蕩，依然是滿滿的警惕，提醒人們汛期凶險，務必提前防範。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緊接着丙午年之後的丁未年，也就是2027年，因為赤馬紅羊本來就是連着的2年，要看就得一起看。地母經對丁未年的詩是這樣寫的：太歲丁未年，枯椒在秋土，早禾稔會稽，晚禾風無月，一下黃龍苗，不益空心草，桑葉前後貴，天蟲少見露，春夏雨水足，秋來憂師服，百物價競起，絲綿何處討？你看這幾句，枯椒在秋土，說的是秋天土地乾枯焦灼；秋來憂師服，是說到了秋天要憂慮福分的喪失；而百物價競起，絲綿何處討，更是直白地點出這一年百物騰貴，物價飛漲，連最基本的絲綿都不知道上哪兒去討。他的卜辭也說：若遇逢陽歲，高低中半收，障淹防六畜，庶民也須憂。庶民也須憂這4個字，
把那種民生艱難、人心惶惶的氣氛描繪得淋漓盡致。朋友們，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奇妙的事？這本寫於不知多少年前的古書，它所描述的丙午年的洪水、中原的疫災、丁未年的物價飛漲、民生多艱，竟然和我們今天從各種渠道聽到的、看到的某些景象隱隱地對上了。當然，我們不能說古書就一定是鐵口直斷的天意，農谚也好，地母經也好，它本是古人用來指導農時的經驗總結，未必偏偏都能应驗。但這種跨越千百年的呼應本身就足夠讓人深思。古人沒有衛星，沒有氣象雷達，沒有大數據，他們究竟憑什麼能在60年一輪的甲子循環裡一次次地標注出那些不平凡的年份？說到這60年一輪，我們就不得不講一個更讓人脊背發涼的概念了，那就是赤馬紅羊節。我們先看2026年和2027年这2年的干支。2026年是丙午年，丙屬火，午屬馬，合起來就是一匹火紅的馬，叫赤馬。2027年是丁未年，丁屬火，未屬羊，合起來就是一只火紅的羊，叫紅羊。赤馬加上紅羊，這連着的2年就被稱為赤馬紅羊年。而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裡，每逢遇到赤馬紅羊年，往往就和國家動亂、天災大難、改朝換代、社會巨變脫不了關係，所以民間才有了赤馬紅羊節這個說法。它每60年就會準時的轉回來一次，這可不是危言聳聽。我們翻開史書，一樁樁、一件件，全是血淋淋的印證。這個讖緯之說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正是在丙午年駕崩，隨後便是呂後專權，諸呂之亂，天下動盪不安。到了北宋，有一位著名的道士叫張繼先，他曾經鄭重地提醒過宋徽宗要小心赤馬紅羊年。可是当時天下承平，歌舞升平，又有誰會把一個道士的話放在心上呢？結果呢，果然在公元1126年，也就是丙午赤馬年，金兵大舉南下，鐵蹄踏破了中原，攻破了汴京。第2年，公元1127年，丁未紅羊年，徽宗、欽宗2位皇帝連同後妃宗室被金人擄到了遙遠的北方，受盡了屈辱與折磨，堂堂北宋王朝就此覆滅。這就是歷史上慘痛無比的靖康之恥，一個曾經繁華富庶、文采風流、富甲天下的輝煌王朝，就在這赤馬紅羊的2年裡灰飛煙滅。當年的汴京城，有多少王侯將相，多少才子佳人，多少黎民百姓，都沒能逃過這場滅頂之災。岳飛那首《滿江紅》裡寫的靖康恥，猶未雪，說的就是這段刻骨銘心的傷痛。時間再往後推，離我們最近的一次赤馬紅羊年是哪一年？就是公元1966年的丙午年和公元1967年的丁未年。就在这2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爆發了，並且整整持續了10年之久。那是一段天怒人怨、是非顛倒的歲月，無數的人死於非命，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5000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幾乎被連根拔起，多少珍貴的典籍、文物、廟宇、字畫毀於一旦，再也找不回來了。上了年紀的人，至今提起那段日子，依然心有餘悸，記憶猶新。那是一道刻在整整一代人心上的傷疤。漢高祖駕崩，靖康之恥，10年浩劫。我們把這幾次赤馬紅羊年串起來看，幾乎每一次都在中國歷史上刻下了一道又深又痛的傷痕。它們有的對應着開國帝王的隕落，有的對應着一個富庶王朝的整體覆滅，有的對應着一場席捲全國、禍及千萬人的動亂。這種規律性的巧合實在是讓人不敢小覷。當然，命理上也講，因為每個人的八字不同，在赤馬紅羊年裡遭遇也會各不相同。比如出生在春天和冬天的人，這2年運勢相對平穩，甚至還有上升的機會。而出生在夏天和秋天，尤其是命中火氣本就旺盛的人，這2年就要格外小心，容易遇到口舌是非、破財、傷病這一類的煩心事。古人留下這些說法，倒不是要嚇唬誰，而是希望大家在結束來臨的年份能多一份警覺，多一份準備，謹言慎行，守住自己的福分。而現在
根據干支的推算，下一個赤馬紅羊年就是我們正身處其中的2026年丙午年，以及即將到來的2027年丁未年。歷史真的會再一次的重演嗎？這一回赤馬紅羊的結束又會落在誰的頭上？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人敢輕易的回答。說到這裡，可能有朋友會想到，我們中國其實還有好幾部流傳千古的預言奇書，比如那部相傳由唐朝2位高人所作的《推背圖》，1000多年來，據說一項一項的預言着歷朝歷代的興衰更替，準得讓人心驚。再比如明朝開國謀士劉伯溫留下的種種預言，無論是燒餅歌還是那篇神秘的碑記，字裡行間也都隱隱地指向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變局，以及大變局之後的一個太平盛世。這些古老的東方智慧雖然說法各異，文字隱晦，但他們似乎都在不約而同地暗示，在某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舊的秩序將會崩塌，而一個全新的時代將會在廢墟之上重新建立。那麼這個節點會不會就是眼前的赤馬紅羊年？這些散落在歷史長河裡的預言碎片，會不會正在我們這個時代慢慢地拼成一幅完整的圖景？這些流傳千古的預言奇書之所以能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深信不疑，並不是因為他們講了什麼怪力亂神的東西，而是因為他們背後蘊含着我們先人對歷史循環對盛衰之理的深刻洞察。中國人很早就發現，歷史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个个不斷重複的循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周而復始。一個王朝從興起到鼎盛，再到腐朽，最後走向崩潰，往往遵循着驚人相似的軌跡。所謂的預言，與其說是未卜先知的神通，不如說是把這種歷史的規律用隱晦的語言記錄了下來。所以當我們今天回望這些古老的預言時，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並不是他們是否字字應驗，而是他們所揭示的那個亘古不變的道理。一個失去了天命人心的政權，無論看起來多麼強大，最終都難逃盛極而衰，由盛轉亡的歷史宿命。當古老的東方預言一層又一層地鋪墊到這裡的時候，那位來自西方的占卜師帕克，他的聲音就顯得格外清晰，也格外沉重了。關於帕克這些年對中國的預言，相信常看我們節目的朋友都不陌生，我們也不用在這裡多做介紹了。大家都知道，這些年來他做出的不少預言都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應驗了。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有那麼多人願意聽一聽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他並不是憑空亂講，而是這幾年一次又一次的反反复复的把目光投向了中國。在他對2026年的種種預言當中，中國始終佔據着一個極為顯眼的位置。他到底說了什麼？他清清楚楚的預言，中國共產黨將會迎來它終結的開始，而習近平本人將會走向權力的下坡路。更具體的是，帕克描繪了一個觸發點，他預言，這場巨變的導火索可能和香港的一棟建築有關。一個帶有強烈象徵意味的事件將會從香港點燃，進而引爆更大範圍的變局。熟悉近期消息的朋友，或許已經想到了不久前那場震驚世界的香港大火。帕克說，這樣一個象徵性的事件會成為一連串連鎖反應的起點，會成為紅潮由盛轉衰的一個信號。在他的描述裡，香港就像是一塊投入湖面的石子，看似不大，激起的漣漪卻會一圈一圈的擴散，最終演變成驚濤駭浪。而且帕克對2026年的預言遠不止中國這一處，在他描繪的那幅全球圖景裡，到處都是風雨飄搖的景象。他預言西方的政壇將會劇烈動盪，好幾個國家會爆發大規模的騷亂與抗爭，街頭的火光此起彼伏。他還預言金融市場會出現劇烈的震盪，加密貨幣可能會經歷一場斷崖式的暴跌，無數人的財富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他甚至隱晦地提到，2026年的夏天，日本北部的上空會出現一片神秘的氣體雲，引發人們的恐慌與猜測。在他的預言裡，連那位高齡的英國國王健康也將出現重大的變故。把這些預言一條一條地排列開來，你會發現帕克所看到的2026年是一個舊秩序全面鬆動，全球同時陷入巨變的年份。
而在這幅波瀾壯闊的圖景裡，中國的變局被他放在了最核心、最關鍵的位置。他似乎在暗示，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將像一塊巨石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瀾會傳導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深刻地改變整個人類文明的走向。我們再回到香港這個關鍵的觸發點上，為什麼帕克會把目光投向這座東方之珠？在許多研究預言的人看來，香港從來都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連接東方與西方的橋梁，是一個充滿象徵意味的特殊地方。一棟建築的命運，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在現實層面也許只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但在預言的語境裡，它往往被賦予了更深的含義，被看作是某種轉折的信號，某種舊有秩序開始鬆動的徵兆。火在中國文化裡有着雙重的意涵，它既能帶來溫暖與光明，也能帶來毀滅與終結。一場大火燒掉的是有形的建築，但在那些篤信天人感应的人眼中，它燒掉的或許是一個時代的氣運。當帕克把香港的事件和洪潮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他其實是在沿用一種非常古老的思維方式，那就是透過一個具體的真相去解讀背後那股看不見的正在湧動的歷史潮流。不僅如此，帕克的預言裡還有一些細節讓人聽了心裡發毛。他預言中國將會出現明顯的內部分裂，會有發不出來的工資，會有被凍結的債券，整個社會的机理開始出現一道又一道的裂痕。他還預言會有一場重大的基礎設施災難，可能是一場列車的事故，也可能和那座舉世聞名的三峽大壩有關。而最關鍵的一條是，他預言一位高層人物將會神秘的消失，或者離奇的死亡。與此同時，習近平的健康狀況將會出現明顯的惡化。把這些零零散散的預言拼起來，一個權力核心動搖、內部分崩離析、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的圖景已經呼之欲出了。而讓這些預言顯得更加意味深長的是，當下這片土地上外界所觀察到的一些真實景象。關於中國經濟的討論從未停止，房地產的寒冬，地方債務的壓力，年輕人就業的艱難，這些話題時常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的報道中。一些地方傳出公務員和教師被拖欠工資的消息，购房者也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困境。雖然一個大國的經濟有起有落本屬常態，但有趣的是，帕克多年前預言的那些景象，發不出的工資，被凍結的債券，內部的分裂，竟然和今天外界所觀察到的某些現象產生了微妙的呼應。是預言提前看到了未來，還是現實恰好走進了預言？這中間的因果，恐怕只有時間才能給出最終的答案。我們把這些放在一起，並不是要妄下斷語，而是想說明，當古老的讖緯和現代的觀察，當東方的天書和西方的占卜竟然在同一個方向上彼此印證的時候，這份巧合確實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靜下心來認真地想一想。你看，當帕克的這些預言和我們前面講的河北天時、五蛇現世、熒惑守心、春牛火紅、地母示警、赤馬紅羊一條一條的對照起来看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觉？東方的古老讖語和西方的占卜預言，竟然在2026年这同一個節點上，遙遙地指向了同一個方向。他們仿佛在用完全不同的語言講述着同一個故事，那就是洪潮的氣數將近。我們不得不承認，當這麼多獨立的線索從完全不同的源頭出發，最後卻匯流到同一個結論上的時候，這份巧合未免太過驚人，太過整齊了。那麼，我們再回到最開始那個最尖銳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那位高層人物真的如預言所說離開了人世，那麼他身後的那6天，這片土地上究竟會發生什麼？我們當然不是在預測誰的生死，這既不科學，也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我們只是順着這些占卜師和古老預言所描繪的情境，去推演一個可能的畫面。在帕克所預言的那個劇本裡，一個強人時代的落幕，從來都不是平靜的句點，而往往是驚濤駭浪的開端。歷史也一再地告訴我們，越是高度集中的權力，一旦失去了那個核心，崩塌的也就越快越猛。這樣的劇情在離我們並不遙遠的20世紀就曾經真實地上演過。當年那個橫跨歐亞、
看似堅不可摧的龐大紅色帝國，蘇聯在它崩解之前的最後一刻，依然顯得無比強大，無比穩固。它擁有着令整個西方都為之膽寒的軍事力量，擁有着看似牢不可破的統治體系。可是誰能想到，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竟然在短短的時間之內轟然倒塌，分崩離析。東歐的巨變更是讓世界大跌眼鏡，一個又一個原本固若金湯的政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民眾的覺醒面前接連倒下。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證明，高度集中的權力往往也意味着高度的脆弱，因為它缺乏平穩過渡和自我修復的機制。所有的線都繫在一個核心之上，一旦這個核心出了問題，等待它的往往不是有序的交接，而是劇烈的权力爭奪和整個體系的倾軋。帕克所預言的內部分裂、混亂與動盪，從歷史經驗來看，恰恰是這類政治結構最典型也最難以避免的結局。預言所描繪的第一天是震動，一個維繫了龐大權力結構的核心一旦消失，整個體系會在最初的時刻陷入一種詭異的死寂。表面上風平浪靜，水面之下卻是無數股力量在瞬間開始重新計算、重新站隊。所有人都在觀望，所有人都在試探。第二天、第三天是裂痕。帕克所說的內部分裂會在這個權力真空裡被無限地放大。那些原本被強力壓制住的矛盾，欠薪的、討債的、積怨已久的，會像找到了出口的洪水，開始四處尋找突破口。第四天、第五天是那個象徵性的事件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從一個小小的點蔓延成燎原的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的就是這種時刻。而到了第六天，按照預言的邏輯，這片土地將真正的站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是繼續沿着舊有的軌道艱難滑行，還是迎來一場帕克口中所說的革命性的變革。命運的天平將在這短短的幾天裡劇烈的搖擺，整個世界都會屏住呼吸，注視着這片土地上的一舉一動。說到這身後的6天，這個數字本身其實也帶着一層耐人尋味的象徵。在這樣的語境裡，6這個數字與其說是一個精確的期限，不如說是一種象徵，象徵着一個短暫卻無比關鍵的時間窗口。歷史上許多徹底改變了命運走向的大事，恰恰就發生在短短的幾天之內。一個龐大帝國的氣運，有時候並不取決於漫長的歲月，而是取決於那幾個電光石火般的關鍵時刻，取決於身處其中的人在那幾天裡所做出的每一個選擇，是退讓還是強硬，是分裂還是彌合，是流血還是和解。每一個選擇都可能把這片土地導向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那段日子是最敏感也最危險的，對於身在其中的人，對於關心這片土地的人，都將是一段需要屏息凝神、小心應對的特殊時光。所有的預言，所有的意象，他們真正想要告訴我們的，或許並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日期或人物的結局，而是想要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天道、對因果、對善惡的敬畏。我必須再強調一次，這只是順着預言推演出來的一種想象，現實永遠比任何劇本都更加複雜，也更加難測。沒有人能真正預知未來，但正是這種想象，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占卜師帕克那句警告背後的分量。他說，立秋之後，也就是2026年的8月7日之後，不要輕易前往中國大陸。為什麼偏偏是立秋這個時間點？這背後本身就大有講究。立秋是24節氣裡的第13個節氣，它是4立之一，標誌着季節由盛夏轉入秋天的關鍵節點。在中國古老的觀念裡，秋對應着肅殺、收斂、刑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秋天是萬物由盛轉衰的轉折。古人講秋後問斬，講金風肅殺，講一葉知秋。秋天在傳統文化中向來都和清算、和終結有着深刻的關聯。今年的立秋正好落在8月7日，是一個星期五。當一個赤馬紅羊的火旺之年走到了由盛轉衰的立秋這個關口，火氣到了極致，便要開始收斂，盛極而衰的轉折就在眼前。在那些篤信預言的人看來，這正是各種能量交匯、新舊交替、
變數陡增的最危險的時刻。占卜師的這句警告，與其說是一種精確的預測，不如說是一種善意的提醒。在這樣一個被多重預兆籠罩的特殊時段，多一份謹慎，多一份小心，總是沒有壞處的。出門在外的游子，這段時間更要留意安全，這是占卜師的一片苦心。其實，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立秋從來都不只是一個普通的節氣。古人講天地始肅，不可以盈，意思是說，從立秋開始，天地之間那股肅殺之氣就要顯現了，萬物開始收斂，人也要順應天時，收斂自己的言行。秋天在五行裡屬金，金主肅殺，主刑罰，主收割。古代處決犯人往往要等到秋後，這就是所謂的秋後問斬。秋天是一年之中由盛轉衰、由生轉殺的關鍵轉折。當一個火氣熾盛到極點的丙午年走到了立秋這個由火轉金、由盛轉衰的關口，在那些懂得陰陽五行的人看來，這正是天地能量劇烈轉換、最容易出現變數的危險時刻。火與金在此交戰，盛極而衰的天機就藏在這個看似平常的節氣之中。占卜師選在立秋這個時間點發出警示，絕不是隨口一說，而是深深扎根於我們這套古老的時間哲學之中的氣。講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一切都太過沉重，太過灰暗了。難道我們的結論就只有災難和終結嗎？並不是。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東方的智慧，還是帕克的預言，他們在描繪了動盪與終結之後，最終的落點竟然出奇的一致，都指向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這才是整個故事裡最值得我們玩味的地方。帕克的預言並沒有停留在崩塌與混亂上，他進一步預言，在經歷了這場巨變之後，中國將會走向真正的改變。他說，習近平在面臨整個權力結構被顛覆的局面時，最終將會同意進行巨大的變革。而從更長遠來看，一種真正的民主將會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萌芽生長，而它的根基將會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理念之上。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天下為公，事民有，民治，民享。帕克的這個預言等於是說，這片土地兜兜轉轉一個世紀，最終還是會回到那個最初的理想上去。帕克還預言，在未來，西藏將會獲得它的獨立，並且把自己宣告為一座精神的家園，一片心靈的淨土。更宏大的是，帕克為2026年定下了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他稱之為一場全球性的覺醒。他認為這一年種種的混亂與動盪，恰恰可能是一個全新的黃金時代的開端。這場覺醒，與其說是政治上的太平，不如說是人類意識層面的一次集體轉向。人們將會慢慢地從對物質的執着與貪婪中抽身出來，轉而走向一種更深層的精神上的清醒與覺悟。爾虞我詐會慢慢退場，人與人之間會重新找回那份久違的真誠與善意。這場精神上的覺醒，其實也正是我們這個頻道一直以來最關心的主題。在物欲橫流、人心浮躁的時代，我們每個人是不是也常常感到迷茫、疲憊、內心空虛？我們追逐了一輩子的金錢、名利、地位，到頭來真的能讓我們感到踏實的幸福嗎？也許帕克所說的那場黃金時代的覺醒，並不需要等到天下大變的那一天，它可以從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此時此刻就開始。當我們願意放下執着和貪求，多一些善良、慈悲和對生命的感恩，內心就會多一分安寧。而當千千萬萬個內心安寧、向善向上的人聚在一起，這個世界自然也就會朝着光明的方向一點一點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人的覺醒都是在為那個更美好的時代添磚加瓦。古人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個政權如此，一個時代如此，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修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你聽，這是不是和我們東方文化裡那個最樸素也最深刻的觀念遙相呼應？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最深的黑暗裡，往往就孕育着最亮的黎明。一個舊時代的落幕，從來都不只是結束，它同時也是另一個新時代的序章。那頭通體赤紅的春牛，那場赤馬紅羊的結束，那些天降的異石，現世的五蛇，他們所預示的，
或許並不是純粹的災難，而是一場大破之後的大利，一次涅槃之前的烈火。烈火會燒盡腐朽與污濁，但烈火過後的土地往往也最為肥沃，最能孕育出新的生機。我們的祖先早就把这個道理寫進了那本古老的易經裡，叫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說到底，所有古老的預言和意象，它們的核心講的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那就是天意與民心。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天意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與人無關的東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的意志恰恰就體現在千千萬萬普通百姓的心願之中。一個政權，一個時代能不能長久，靠的從來都不是表面上的強大和威武，而是看它有沒有順應民心，有沒有合乎天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是被幾千年的歷史反復驗證過的鐵律。當一個政權失去了民心，那麼再多的權力，再強的控制，也終究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所以，與其去揣測那些遙遠的預言究竟會不會應驗，不如把目光收回到我們自己身上。因為真正能夠決定一個時代走向的，從來都不是天上的星象，也不是地上的意識，而是這片土地上每一個普通人心裡的那杆秤。我們把今天所有的線索再做最後一次梳理。2026年的這個夏天，河北的麥田裡落下了一塊3、4人都搬不動的天石，讓人想起2000多年前那塊預言了大秦覆滅的隕石。民間流傳着五蛇現世的不祥傳聞，天上那顆代表災禍的熒惑火星也牽動着無數懂得觀星之人的心。流傳千年的春牛圖畫出了一頭赤紅的春牛和一位行色匆匆的盲神。地母經留下了春夏多洪水，六畜多瘟疫，庶民也須憂的古老警語。60年一輪的赤馬紅羊節又一次悄然降臨，而它過往的每一次到來，從靖康之恥到10年浩劫，都對應着王朝的興替與時代的巨變。推背圖、劉伯溫的預言也都隱隱指向同一場大變局。與此同時，遠在西方的占卜師帕克反反复复地預言着洪朝的終結、強人的隕落，以及那場將從香港點燃的變局。他甚至發出警告，立秋之後，也就是8月7日之後，別輕易踏足那片土地。這麼多來自不同時空、不同文化、不同方式的預兆，竟然在2026年這同一個節點上，奇異地匯聚、重疊、彼此印證，共同指向了同一句話：洪朝氣數將盡。這究竟是無數巧合的偶然堆積，還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早已在千百年前就把今日的劇本悄悄地寫好了？我們無法給你一個100%的答案，預言終究是預言，未來終究還沒有真正的發生。古老的智慧也告訴我們，天道無常，人心可疑，一切都還在變化之中，並沒有什麼是100%注定不可改變的。一念之差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眾人之心也足以改變一個時代的走向。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當這麼多的徵兆同時亮起紅燈的時候，它至少在提醒着我們，要對腳下這個正在劇烈變動的時代保持一份清醒，也保持一份敬畏。